中量级历史最强之战，狼王齐马耶夫 vs 南非哥杜普莱西斯。兄弟们，这场比赛实在是太期待了。众所周知，我之前是非常支持南非哥杜普莱西斯的，但是最近看见狼王发的那些训练视频以及爆料的很多东西，我感觉最近底气有点不足啊。但主播还是毒奶一手南非哥吧，还是看好南非哥一点。两个人都是中量级的大体格，临场有210磅多。狼王身高188，臂展190，南非身高184，臂展193，很难碰到连体格硬件都这么旗鼓相当的对手了。主播个人感觉这两个人无论是谁赢了，谁都是中量级历史上最强的选手，要统治中量级好久。我们来具体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从身体上来看两个人都是出了名的大力怪，但是齐马耶夫这个力量也是个另类。举个例子吧，狼王的初始力量有90分，而南非哥的初始力量有93分，但是全力爆发的狼王力量有100分，而南非哥全力爆发只有95分，也算是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势吧。我们再来讲一下体能，这两个人的体能都很怪。狼王之前的全部比赛都是不要耐力，全部冲爆发，然后把对手给秒了。如果他不冲耐力，他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而南非哥就是用大白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体能回归型，不是属于体能槽特别长的选手，而是体能槽比较短，但是回复回得快，就是体内长了个蓝 buff。再从技术体系上来说南非哥是属于六边形战士，而齐马耶夫属于顶级地面摔柔绝活个。但是狼王的暴击天赋也很强，就是有不错的重击能力。我个人感觉前面节奏主要是在狼王手上，至少前2回合是在狼王手上。狼王的第1回合完全就是加强版的小鹰哈比波，摔跤和地面控制都是比小鹰要强一些，而且还有一手重击。问题是第1回合他能不能秒了南非？我个人感觉秒不了。狼王的摔跤我不怀疑，他肯定能放到南非，谁都能放到南非。南非的平衡本来就是狗屎，但是狼王的暴力式降服还是比较吃力量的，他是力量大于技术的。我个人感觉狼王想秒杀对手，力量上至少要有7、8格的差距吧。狼王全力爆发一下有100分，而南非怎么着也得有95分吧。而且南非哥肩宽脖子短，想降服也不容易。而且南非的柔术本来也不差，你想生吃他不可能。我感觉如果狼王想降服南非，暴力生吃肯定不行，但我感觉假摔真打可能有奇效，就像小鹰打嘴炮一样。世人都知道小鹰要摔跤嘛，但是他就是一个后摆，直接搂中了康纳尔。我感觉狼王可以降服一下，整几个假动作，看看能不能搂中一拳。只要能搂中一拳，南非绝对不行，因为狼王的暴击天赋要比小鹰要强得多，只要他搂中一拳，想降服太容易了。狼王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变化，因为重击、摔跤还有柔术他都有，就看南非吃不吃慌了。而且狼王自己也说了，他能不能秒别人自己能试出来，所以狼王感觉如果秒不了南非，大概就会不那么浪费体力了，然后大概有3回合的体能，所以我感觉他最好在3回合内拿下南非，假摔真打。但是如果拿不下的话，最好也能拿下3个回合。如果这2个都办不到，我感觉他必输。南非最大的优势还有唯一的优势，我感觉就是体能槽。虽然南非不是一个常规的体能槽，但是能恢复体力就可以。只要狼王拿不下他就会在4、5回合强力反扑，甚至终结齐马耶夫都有可能。我个人感觉在高端局除了脑子以外，体能跟抗击打是最重要的。像骨头、小鹰、火警这些都是抗击打跟体能点满的选手，一般这种选手在后期奋起直追和判定上都有很大的优势。而南非就是这一方面的佼佼者，就是如果狼王前3回合打不出明显优势或者终结的话，那就要完了，大概就要重复梅拉布跟乌马尔、张伟丽跟苏亚雷斯的结局了。所以我还是这场比赛毒奶一下南非一点，看好南非一点。如果狼王能赢，我真能接受，但是他能给南非秒了，我真不信兄弟们。如果他以后能给南非秒了，那我以后就是全网第1狼吹。OK 兄弟们，今天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见。不问喜也如此，沉默又是最后的一份。